好，欢迎回到塔罗急诊室，我是你们的线上占卜师 Miki。塔罗牌呢，在西洋占卜里面呢，算是一个相对入门门槛比较低的占卜项目。也就是说，你要学习塔罗牌的话，其实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学的。它的不管你是要自学，或是你要找课程的话，它的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那当然，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分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学得比较好，比较容易上手，跟相对的有什么样的特质比较有可能阻碍你学习嘛。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要来讨论的。首先，我们先从哪样特质的人能够学得比较好，比较容易上手。第一，对塔罗牌本身特别感兴趣。首先当然就是对塔罗牌本身特别感兴趣，也对神秘学、占卜等有相当尊重以及兴趣的朋友们。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一类人哦。我一开始入门塔罗牌的时候，也就是真的纯粹对塔罗牌这个占卜道具非常感兴趣，而且它是个会越摸索越觉得自己知道的越不足的项目，是那种浅浅的入门，然后背后水很深的那一种。所以啦，转眼间也快20年了，我却还是觉得自己有很多需要加强补足跟了解的地方。那塔罗牌只是西洋占卜里面，或是我们广泛中西方神秘学中的一小块而已。而占卜原理大致上来说都是相同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嘛去解读我们的宇宙意识。所以喜欢塔罗牌、喜欢神秘学、喜欢占卜，尊重不同的占卜也是非常重要的哦。2. 观察力强、联想力丰富的人。我之前在影片中都有反复提到，我们塔罗占卜师是塔罗牌的翻译官，是从卡牌上的图案来获取讯息，为占卜者解答嘛。也就是说，所有的资讯都在我们抽出的卡牌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张牌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时候，观察力强、联想力丰富的朋友们在一开始会更容易上手，因为可以透过看牌面，你就能抓取部分讯息，在记牌意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哦。3. 人生历练丰富、博学多闻的人，这点其实不是必要，但如果有是非常加分的，因为我们在面对问卜者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嘛。如果人生历练比较少，可能会比较难找到真正的问题点，去针对问题来做解释，也有可能会因为历练不足，然后你忽略掉牌面上比较重要的元素、讯息等。所以越是人生经验丰富，或是你越是博学多闻的人，在获得牌面讯息上，你更能够将问卜者的问题跟牌面答案融会贯通，给出来的解答会更符合问卜者所需要的。以上3个特点，如果各位符合越多呢，表示你们在学习塔罗牌上是越容易上手，跟学得越顺遂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特质是比较学起来比较容易，可能遇到困难或是卡卡的，或甚至我不建议你们学习塔罗牌的这些特质。第一个，想靠塔罗牌赚钱，以利益为导向。首先，如果是想靠塔罗牌赚钱的朋友们，可以先打消念头啦。想以赚钱为导向，那你肯定会定一个合乎你心中经济效益的价钱吧？那来算算时间成本、人力加总，你打算怎么定这个价钱呢？而且现在占卜师也真的不少，如果你是以利益为出发点，真的很容易忽略塔罗牌本身的内在灵性与价值，算出的结果不一定会让问卜者满意。没有回头客不说，你没有办法累积口碑，请问你这生意你要怎么做？2. 太迷信、太相信宿命，过度依赖占卜。占卜这事的确能够让我们在一些比较迷惘或者想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给予我们一些客观的建议参考。但如果各位就是很容易依赖算命或是占卜的话，那就不建议来学塔罗了。我这样说好了，流年运势可能是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但个人真实的命运绝对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讲到这边，来给各位举2个例子，都是我认识的人。有一个是他跟我说，就是某位神明或者算命的跟他说，他过30以后就是会不愁吃穿、富贵命。所以在他20出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认识了，我就看他也真的整天都没来干嘛然后就是一直玩然后荒废时间这样子，然后真的没在干嘛。那30岁过了，我们现在过30岁了，过了。他现在在干嘛？也没在干嘛，然后欠了一屁股债，就到处借。他都是跟人家说，我之后我就是还你，我之后就会找到工作，我之后就会怎样，然后就会还，可是都没有。然后他现在就是欠了一屁股债，然后近期我们也没有联系了这样子。那你说算命的说，或是命运说，星盘说，命盘说他会富贵，但是他就这样摆烂，那他有吗？
那另一个是一位女生，她长辈就是有小时候帮她算命嘛，然后就说她是天生劳碌命啊，命不好啊什么的，然后克什么，反正就讲得很惨就对了。那她就是她长大以后知道就是蛮神奇的，所以她就说我就偏不服，所以她就非常努力。其实中间她当然她创业的啦，那中间她也是遇到一些困难啊什么的，就是一一去解决，遇到问题就解决，遇到问题就解决。那现在人家事业顺风顺水，高收入，然后嫁了个好老公，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你说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命运真的是决定在自己的手上啦。当然，我们不否认流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我也信，因为它就是你可能人生会遇到一些大事件、一些劫，这些也有可能是会存在的。那就是你知道了以后，你去防範嘛。那占卜的话，就是你有遇到问题，你遇到迷惘的时候，你去问一下，你去占卜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客观的情况，再来视情况调整嘛。那就是想办法让自己越来越好。只是就是不要过度依赖，不要迷信。如果你是那种整天说啊，算命的说什么，算命的说什么，算命的说我什么下个月会顺风顺水，我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东西啦。所以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比较容易学塔罗牌或者占卜上手的特质，跟相对的，我建议可能再稍微缓缓，或是稍微调整一下，再来学习比较好的特质。那我还是想说啦，其实塔罗牌它就是一个占卜工具嘛，它也应该是要让我们去正视问题，然后让我们内心越来越强大的一个工具，而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就是装神弄鬼啊，或是拿来疑神疑鬼，或是拿来把它奉为圭臬什么的，我觉得不需要，因为这样只会让它影响到我们自己本身，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些都不应该发生的。对，那想听什么主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